青鳥，你敢在網絡上那邊霸凌別人，林北就幹你們這些小家伙。這個太厲害了。范琪斐講的內容跟真相還是差了很遠的，因為他根本沒有看透真相，他去的太少，他現在剛開始在去而已。但我為什麼去支援他？我講白了，因為他願意跨出去這件事情，我們值得給他鼓勵。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台派的一個知名主持人叫做范琪斐，他其實之前還跟黃國昌吵過架呢，因為他其實長期以來呢都是常常講大陸的一些543的事情。他比較有名的就是說他是主持 Live Today， 那就想他跟周宗翰這些人他們就是一掛的，然後跟百靈果也是一掛的，所以這個範琪斐長期以來呢，歸類上會比較把他當成台派的，他自己可能不認定啊，但是他自己可能也認定。那到底認不認定呢？就像百靈果一般我們把它歸類台派，但台派說他不是台派，那他們可能就覺得自己可能是台派啊。結果他最近啊去成都旅遊啊。結果呢就被出征了啊！那有網友在 PT 直呼啊，自己人都咬，有夠狂啊！就是這一篇啊，勇闖中國啊！說到范琪斐開始為中國做外宣，我記得2年前大選時啊，中國人王志安嘲笑陳俊翰的律師身體障礙引起風波，范琪斐等一干人在公開發言說，台灣人要體諒王志安成長環境啊，巴拉巴拉為王志安開脫，有人記得嗎？哇，你記憶力他媽真好啊！什麼叫不要什麼都當作統戰？中國統戰就是事實啊！中共從未放棄武力統一犯台的一心，想要統一台灣，一直想辦法借選中共共機，一天到晚讓國軍疲於奔命都不嫌累，台灣只是稍微用點腦分辨誰是在台協力者是有多累。平常愛去中國去愛講中國好去講，但范琪斐突然在選舉前才開始轉型做范琪斐的祖國時間，很值得觀察提醒啊！不是現在距選舉他媽還有9個月啊！這媽就是無限制講，那到時候全年講也是選舉前，永遠都是選舉前啊！議題包裝太漂亮，就是在做髒事啊！我說的是重點是他這個時間點做這個事情的意圖啊！沒人告訴木柵動物園有熊貓嗎？然後范琪斐應該用眼睛實際去看中國，吃到鍾明軒的口水，那應該去新疆才看得到集中營啊！第一時間呢，我就去聲援他了，給范姐打 call 啊！願意跨出去不容易的，青鳥滾啊！自己不去體驗看真相，在那邊搖八叉。我跟大家講，我的標準始終是一樣的，任何人在網絡上被網暴、被霸凌，只要我覺得他今天沒有做出不合理的事情，甚至說他做的是合理的事情，結果被霸凌，那我一定會站出來替他講話。即便是范琪斐，那你看咯，青鳥又來崩潰了，靠什麼都扯青鳥，青鳥愛台灣挺台灣，讓台灣人民站瞎，高喊台灣人只是不爽共匪欺負台灣，出來反共，你們這群舔翻牆之鳥不爽啦！誰叫舔翻牆之鳥？他媽中文他媽重點講清楚一點。翻牆之鳥，誰跟你舔翻牆之鳥？在中國又沒什麼講，你在中國還不理東線，所以青鳥去中國就是為了舔共。你不用管青鳥啊！你看又崩潰了。他講任何的善意堆積都需要時間跟發酵。你看他寫勇闖中國，鍾明軒一開始也說我去中國旅行，後來開始說中國大陸。為什麼？因為他慢慢理解到，當你實際去走大陸的時候，你會很明確的感受到大陸老百姓對於台灣的認知是什麼，而且你會真的體悟到我們憲法裡面所說的憲法增修條文第11條，兩岸關係是什麼？有沒有？第11條，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權利義務關係與其他事務之處理啊，得以法律為特別之規定啊。這個就是什麼？這就是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你真的一直跑之後，你才會慢慢理解，兩岸其實都是按照這個方式在安排相關工作的。比如說呢，我們回台灣之後，你還記得我們在那個閘門口的時候，對不對？本國籍人士，另外一邊叫什麼？大陸人，斜線港澳，斜線外國人，對不對？講為什麼想去啊？我真的，我們報道中國報道了這麼久，然後寫了這麼多有關中國的報道，然後都沒有去看過，我覺得實在說不過去。這些假的台派呢，他們呢的邏輯就是永遠只看中國不好的地方。那好笑的地方來了，他自己都說了，他寫了這麼多中國報道，但是沒有去過中國看過啊，中國就在旁邊，對他們來講，去中國看一下好像很困難。駐美特派啊，所以意思是說他是完全靠外界的資訊，然後來寫中國的文章嗎？對啊，所以這是更荒謬了。他1996年就開始寫中國報道了啊，他寫了30年中國報道啊，他願意踏出來已經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你看哦，光是他這個節目都怎樣講白了，是不是就在揶揄大陸？一帶一路匪台大外宣，青鳥為什麼玻璃心？
會碎到這種程度。這就是說，講真的，你做中國報道做到最後，除非你被列入頑固台獨分子，否則的話，到最後所有的做大陸研究的、做中國研究的人，他的最終一定要到大陸去。就像我做兩岸研究做了很久，我做這個國際地緣政治做了很久，沒到大陸去，你沒辦法透徹這項研究；沒到大陸去，你沒有辦法真正意義上的理解到底發生什麼事情。那為什麼會選擇去成都的原因，是因為第一個，因為我想要去看熊貓。好，然後第二個呢，就是去年拿到建築獎，可以說是建築界的諾貝爾獎的普利茲克獎，一個中國的建築師叫做劉家坤，他就是成都人。好，這邊也要講一個事情哦，近年來大陸的建築屢獲世界大獎，為什麼？因為很簡單，因為大陸建設快，機會多。那成都又是最近發展非常快速的城市，因為去之前呢，就很多人就叫我不要去啊，就說你會被抓起來啊，你這個會出事啊，你回不來啊。不要說別人，我們自己身為員工，我們都很踹。我媽是輪番，他媽一定是他媽的綠。真的還發動親朋好友打電話給我，叫我不可以去這樣子啊，就是那麼擔心這樣。那去了以後呢，下來的在天府機場下來，那個是聽說是中國最大的機场之一。可是最大機场真的很大。我知道嘛，中國就喜歡用這種 GDP 這種大型的建設，讓你鐵公雞 impress， 覺得印象很深刻這樣。可是說實在，這個天府機場對我來講沒中，因為我喜歡小機場。因為我喜歡小機場，天府機場呢是目前大陸的這個大型機場裡面算是建設相對非常好的。我只差北京的大型機場沒去過嘛，但是他說呢，他喜歡小機場。小機場是指像虹橋或者是应該是指松山吧？松山真的很搞笑。可是我講真的，天府那麼大，但是天府的入關很快因為他那個設備好。沒有他。不是，是他所有東西都擠在一塊。對，他這一次过完就沒了，而且他速度很快，很快。然後他那個閘門又多。對，天府超快的，不然要走很久，要走很久。原來是這樣。然後他說走很久，這個理由可以接受。他用很巧妙的理由帶過這個問題，確實走很久是個問題。那你不會喜歡什麼像什麼亞特蘭大機場那種？好，他也說他討厭亞特蘭大機場。亞特蘭大機場是美國最大的轉運機場，所以他用同樣的標準，這一點雖不盡人意，但我覺得可以給過，懂嗎？至少標準是一致的。到了那个市區裡面啊，我去吃飯的時候呢，然後呢，它就是是一個非常非常非常受歡迎的餐廳，然後呢，它不接受定位，然後我們到門口的時候，他就給你一個號碼，你們這2個人呢，你前面要等20多，但是你差不多10分鐘左右就可以等到，這麼快，而且這麼大，他照你到桌邊的時候呢，就看到他正在收桌子，你就知道說他的時間算得多麼的精準，就是他一定要他的翻桌率要到最高這樣子，所以他讓客人在那邊，然後你看你就覺得。看人家收桌子不是覺得很對啊，就是很髒兮兮的嗎？他不是，他的收桌子是有一套 SOP 的，然後所有的過程大概是差不多2分鐘的時間。OK， 然後2分鐘的時間裡面，他就是你就跟帶位的那位服務員你就會聊天嘛。然後吃完飯之後，那個你也就自動的，就反正你就是用手機付款，所以你也不需要去櫃檯，不用排隊也不用排隊，所以你知道他的人力經濟就是人力精算到那個程度，人力精算到程度。然後他所有的那個碗盤啊，他其實是用一個塑膠包，就是你可以看得出來是一個塑膠成型的那個包，它會有一套你個人的，比如說盤子、碗，然後湯匙這樣，然後是一個塑膠成型包起來這樣子一包給你的這樣。為什麼你知道嗎？可以這麼快，它的 SOP 做得很好，而這個 SOP 已經不是用人工去做了，它的 SOP 背後是用這個電腦用算法去做。這就是為什麼大陸的餐飲的東西可以越來越便宜啊！不管是大規模量化生產，不管是周邊服務的這個優化，不管是人力的精算，不管是這個翻桌率極致的推進，都大幅的降低了在大陸的生活門檻。這件事也就跟我們之前聊過了，美國的斬殺性很大落差，美國不管做什麼吃什麼都是非常非常貴，而且要算上 tax tips 小費跟稅。那另外呢，這個餐具包起來的事情呢，這個在大陸看得多了。包起來的，我覺得有可能是疫情期間發展出來的，所以衛生嘛，所以。這個不是疫情期間發展出來，本來就有。不過疫情期間確實大幅的推廣，包起來其實是他們把洗碗業務全部外包了。所以他們洗碗筷的外包業務之後，外包公司送回來的時候，他就是用一個包膜把你包起來，意思說我這個已經做完消毒，而且那是要負責的。如果今天人家就開了那個碗筷包裡面，結果裡面是髒的或不乾淨的，或者是讓人食物中毒等等，他是要負責任。這個包起來的概念是這樣，所以他們其實是把，因為對餐廳來講越複雜的業務
越容易造成成本的消耗。所以如果能把碗筷、清洗這些東西全部外包出去，只要一車進來一车出去，它就是碗筷回來之后全部弄在一起，然后出去，然后再收一套新的进来，然后再发。这样子的话，对于餐厅來講可以降低大量的人事成本，還有降低了大量的管理成本跟設備的相關的成本。我就是覺得這種大規模的餐廳的那個模式，我是親眼見識到中國在規模化這件事情，他們可以做得多麼的精確，這個太厲害了。我說真的，我覺得福茂簽下去，我們恐怕就表現出單純的范琪斐這種就是台灣中國不可兼容的概念，所以他會心驚肉跳。但是如果你認為兩岸可以合手，可以攜手共進，可以合作共贏的話，你看到這個，你會覺得說，哇，這個如果引進台灣的話，那該有多好！大規模削減台灣目前餐廳人手短缺的問題。那你們吃這一餐大概多少？很便宜，我們一個人大概吃300塊台幣，而且是好吃的。的確，我相信是有通縮的問題，因為所有東西都太便宜了。你說吃飯嘛，哈，是這個樣子。不是通縮前就很便宜了，不是通縮之後很便宜好嗎？一直都很便宜，只是物價就沒漲。那我今天穿的，我刻意穿的這衣服全部都是中國貨，就是這一次在那邊買的，然後加起來這一套應該不要到1萬塊台幣，很便宜啦，然後品質也不差。另外，最重要的是，我就是去看了劉家坤的作品嘛，那個西村大院，他得了就是2025年普利茲克建築獎，這蠻高的得主，他一年只給一個。那西村大院呢，它的視覺上呢，它的那個線條非常的豐富哦。那它其實是一個綜合了商場、運動場，然後公園就一個綜合的一個建築物。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它的建築物非常強調一點，就是它要使用。我特別喜歡這樣的建築物的原因，是因為它是一個活的建築物。所以我們都在講那個日本那個水之教堂，是不是？你說安藤忠雄那個？對，好，我覺得那個是一個非常美的建築物。我覺得藝術成就非常非常非常的高，但是我覺得那個就是少數藝術愛好者他們會去追的東西。所以這個其實也是整個大陸現在的一個時尚風格嘛，就是更加的庶民化的經濟，然後更貼近一般老百姓的煙火氣。你其實可以看大陸，你去大陸多的話，你就知道絕對不是像青鳥眼中什麼都什麼高大上搞這種什麼國際級建築物之類的其實很多其實就是老百姓生活該如何去解決，該如何食衣住行該如何去做，就這麼簡單。我又去看了另外一個當代的藝術館，它就有一個當代藝術展。這個藝術展呢，我就看了就非常的疑惑了我應該這樣講好了，我期待看到川正的東西。不是，這有川正博物館你去建川博物館裡面，川正博物館就直接一棟了，好嗎？東西，因為我覺得這是四川近幾十年來最重要的事件吧。算是。對，你今天是一個四川的攝影展，我期待會看到川正的東西。好，他沒有看到。川正不是發生在成都，川正發生在汶川，汶川離成都其實是有點距離，汶川離成都2個小時的車程要開132公里。132公里都夠你開到台中了，大家理解沒有？這樣子看就很清楚了，對吧？我就問嘛，921地震紀念碑會擺在台北嗎？不知道為什麼，我想抹滅這段歷史。我不知道，我 I don't know 抹滅這段歷史。你看他已經特別講了青鳥想聽的東西了。就那個是一個傷痕，就不要展出傷痕，不要展出不好的東西。I have no idea。然後三星堆是這樣，博物館呢是蓋的，其實我覺得蓋的不錯，外形上來講，因為它就是有一點還原到三星堆的原址的樣子。可是我是真的覺得這一看我就知道是國營企業，因為它展的方式非常的土。比如說，我覺得有一個3層樓高的一個3層樓，對，像應該是金子的做的樹，這個青銅神樹，世界上最高的古文明青銅構造物。我今天講，如果說是一個懂得，我覺得會策展的博物館，他一定把這個甚至會單獨蓋一間。對啊，沒錯。就像蒙娜麗莎那一棵樹的旁邊，大概它至少有幾十件吧，大大小小這樣幾百件，我覺得都有可能。那我就覺得，我就很為那棵樹抱屈。我跟你講我的概念，因為展間他媽的超級無敵大。第二個，全部都是原件，你要怎麼辦？除了被借展到外地的原件之外，幾乎全部都是原件。它原件太多了，都是獨立的展櫃，超大展櫃，因為人實在太多了，所以那個超大就單獨接一個館。要是小小的館要幹嘛呢？而且他給那個三星堆那個青銅神樹他給他是一個超大的展間，他那個青銅神樹已經很大了，对不对？他那個圓形的那個玻璃圍牆更大，然後外面一大圈全部都是人。更不滿意的是，我就去他的那個紀念品店實在太醜了。太醜是怎麼樣？設計的實在太醜了，沒有一樣能買。天哪，我們沒有時間去逛那個紀念品店，但是我買了一個，我就是順手，他就走出來之後有在賣，我拿給你看。這個是他那個三星堆，有沒有看到？他這裡有個三星堆的面具，然後呢，這是屬龍的這個黑曜石串，所以龍是辰嘛，然後這裡有個龍紋，他用了那種仿三星堆的那種
文士的方式，這真的是成績非常醜這樣子。我覺得我可以想象因為我那时候在埃及的时候，埃及一定有一大堆這種纪念品店，然後每一個其實要麼就是每一间店都長得一樣，要麼就是这些東西你會覺得啊，真的是很不想買，你覺得那個東西就很爛。廉價。對，比的話怎麼樣？就是兩個相比，有拼，有拼手拼比較醜嗎？有拼醜，有拼醜。OK， 好。我有注意到，他們對於三國的歷史這一段非常的強調，非常強調教忠教義這件事情，愛國情操非常的重要。我兒子裡面呢就有供了一個呢是劉備的孫子吧，叫劉成，然後呢他的故事就是這樣，就是說那時候就敵人就攻來了嘛，那就守不住了這樣子，然後劉成呢就先把他的妻子殺了，兒女也殺了，然後自殺，就覺得至於嘛？我自己覺得啦，就是我聽完這樣描述，我自己覺得是中國錯誤挪用這個過程。首先第一個，劉成的故事是歷史真實存在的。劉成故事也不是在武侯祠本身，它是在漢昭烈帝廟，它是放在劉備的。這個就是劉備，夜少高光。然後這個就劉成，這個是劉備，這邊是空的，這裡空了，為什麼？因為劉禪被踢出去了，把劉成搬過來這邊，然後古人以左為尊，所以擺在這邊。劉成當時魏國的大軍攻入成都的時候，劉禪決定投降。劉成呢，為了不願意死，不願意投降，跑到了太廟去向劉備告慰，說他不願意投降，然後就自殺。自殺前把妻女殺掉。為什麼這樣做呢？因為古人一旦爸爸死掉後，妻女會淪為他人的奴僕。講奴僕是好聽啊，通常意義上就變什麼？就是被擄去當妓女啊。為了避免被折辱，通常意義上會這樣。那大家了解到這個故事是真實存在的，不是挪用，沒有任何的挪用。我覺得台派都有一種很恐怖的心態啊，拿今天的眼光看待古人的思維啊，在想什麼？你要去看古人好的一面，他又不作奸犯科，他是為了要保護他的家庭的完整性，與其死在敵人之手啊，不如自己人解決。而且通常來說啊，有大義凛然者，妻女通常是慷慨赴死啊。另外一個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對於道教特別的寬鬆。樂山大佛那麼大一座，如果真的對道教比較寬鬆，樂山大佛先拆了算了。還有禪宗，前陣子那個少林寺的方丈還出大事情而已，不是嗎？那我自己的觀察跟研究就是，中國之所以比較包容道教，其實有幾個東西。第一個，道教不會有串聯這種事情，他們當然最怕，中共最怕什麼？你串聯呢？串聯人的力量就大。不是，道教也有體系啊，道教有張天師啊，台灣張天師在30-40代以上了。天哪！而且你知道為什麼四川沒有基督教嗎？四川基督教堂相比於中國大陸很多漢地18省來說比較少，因為當初在清末的時候，四川省爆發了保路運動，因為當时清政府沒錢了，就把鐵路抵押出去。四川省的鄉紳們為了要鐵路掌握在自己手上了，集資把鐵路收購回來，跟外國人買回來。結果清末的時候，清政府因為沒錢了，再次的把鐵路給國有化，然後想再次賣出去，結果整個四川省就炸了。炸了之後呢，當時的保路運動鬧得非常的嚴重，而且因為認為這一起事件是外國人引起的對，確實啊，就是所以四川的教堂比較少是這樣子，是因為清末在中國大陸所有的宗教都必須接受政府的管理，就這麼簡單。其實台灣的宗教也是有宗教師在管理，只是我們管的比較鬆。你一定會被帶去看某些東西，就是他要給你看的啦哈。然後什麼叫做你一定媽的行政隨便你選好不好？什麼叫他之所以叫你去青城山，我看只是就比較近而已吧。不然你去樂山大佛一去就一天就沒有時間了。比如說對中國的印象，对中国的印象，我覺得中國以前，我覺得在台灣的一般印象裡面好了，或者我同溫層裡面，我覺得中國被妖魔化太嚴重啊。哇，這句話還是可以的啊，雖然是基於兩國論的說法，但是還是可以的。我跟你講啦，意猶未盡啦，覺得中國大陸真的蠻屌的，但是基於他過去30年的軌跡，他不能太誇中國大陸。對。然後基於他現在的受眾，他不能太誇中國大陸。基於他個人所攜帶的基礎的認知世界，他不能同意中國大陸。我跟他講雖然他有講不好的地方，我們批評，但他做的好的地方，我們支持。我再說一次，我做這一集的最主要目的是聲援他，不是吐槽他。當然他不對的地方我會吐槽他，但最主要的地方是他願意跨出去。他願意跨出去這件事本身就值得嘉許，所以給他按個讚。